苦尽甘来遇见你。大家好，我是 Kayla， 然后我桌上你看现在有2种不一样的橘子，这个是济州岛的橘子，没错，我现在人就在济州岛。然后这一次我来呢，其实我不是一个人来，我有约了一个旅伴，然后是我第一次跟他见面，就直接约在韩国济州岛见面，然后我们一起游玩济州岛。然后我想说跟大家一起分享，就是我是怎么找到这个旅伴，然后还有推不推荐大家特别是给独旅的人，经常一个人去旅游的人，如果你想找一个伴陪你的话，有什么建议跟推荐的？我们先欢迎我的这次的旅伴，Wendy。嗨，大家好，我是 Wendy。然后 Wendy 是台湾人，但她目前是在深圳工作。我们2个是怎么认识的？就在一个 Facebook 的社团，然后我就 po 了一篇文章，然后也没什么人理我，最后你就密我，然后说可以一起去，我就还蛮 surprise， 就是很怕是诈骗。对，基本上那个 Facebook 的社团，它就是一个任何人都可以在上面 post， 比如说我什么时候，然后想要去一个某个地方、某个国家玩，看有没有人有兴趣一起计划或参与，就是这个旅行。然后我也是第一次，不只是 Wendy， 我也是第一次使用这种社团，而且我刚加入不久而已。然后我原本就有计划来韩国，然后我自己本身也 po 了一个贴文，然后只有很多人按赞，但没有人就是说有兴趣跟我一起来韩国。结果我就看到 Wendy 的贴子，然后日期也很刚好，我想说赶快密他，我怕我错过了，然后我们就开始聊天了。刚开始我找你的时候嘛，你的顾虑是什么？就我会，因为毕竟我是女生嘛，但其实我也是觉得 gender 都可以，因为其实旅伴很难找，所以男生女生的旅伴对我来讲，只要有就好。我只是比较害怕那个 scammer， 就是那个诈骗，就是骗人的，因为不知道说会不会我们讲好了，然后我订了住宿之后，然后他就 no show， 然后害我一个人就我已经到了济州岛，然后什么都订好，结果放你鸽子，对，放我鸽子，所以我是比较担心说可能会被骗的状态，也不知道该怎么核实，所以那个时候就会想说，要个 Instagram 啊，然后加个好友啊，确认就是他可能去年前年是不是一个就是正常的 account 这样子。其实我跟 Wendy 也是有一样的顾虑，虽然她女生可能会比较担心更多嘛，但是我也怕被骗钱啊，所以呢，我们真的是有互换，就是 Instagram 什么的。然后我自己的话，因为我有在拍 YouTube 嘛，所以我觉得更能说服她，所以我跟她说，我其实是有拍一个旅游频道的，然后我就 share 给她看，就让她安心一点。当然我也会担心她是不是一个诈骗嘛，所以我有看她的就是 social media， 然后跟他确认这趟旅行之前，其实我们讨论蛮多的，然后我们有打电话，对，除了文字上的沟通之外，我们也有打电话确认有这一个人的存在，对，不是 AI， 不是诈骗这样子，然后再从他跟他之前沟通之中，大概做到了解这一个人大概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就是听他语气啊，听他过往的旅游经历啊，就是他这个的人的 background 这样子，然后我们终于安心。再来有一个 tips 我可以给大家，就是刚才Wendy 有提到嘛，就是因为住宿是由他负责嘛，安排嘛，去定嘛这一次，所以但是因为在济州岛呢，其实最适合游玩的方式是自驾游，所以也需要租车，然后租车的那个费用，然后跟我们订这个住宿的费用其实一样，差不多，对，差不多都是5000多块那个韩元。说到住宿，这个住宿我们现在目前就在这个住宿了 ，CP 值非常高。我也有拍一支影片来就是推荐这一家住宿，所以大家一定要去留意看看。OK， 回来，然后反正就是我们各付各的，就是我付就租车的部分，他付就是住宿的部分，那我们就没那么大压力，至少大家就是分一半嘛，那个最主要的费用。对，这样比较聪明。对，即使被诈骗了都，你知道他也亏，你也亏一半。不会即使被诈骗。对，不要全部都自己付。但其实后来他人蛮好，他后来有说那还是就是如果因为我们后来有要换住宿嘛，然后就是好像前一天的，因为我要提早来，前一天的住宿是没办法继续多订，然后他就说要不就是
多的住宿他也都订这样子，就变成住宿跟车都是他订。但是我就觉得这样子以同理心来讲，我觉得这样好像不太舒服。我觉得其实旅伴还是一人一半比较好，即使对方 offer 你，我觉得基本的旅伴礼仪就是还是尽量同理别人。所以如果他已经付了一半，我觉得那还是我来订会比较公平一点。对，就是从这些来来回回的沟通上，你就大概可以抓到这个人到底是不是适合一起旅行的人。就是你跟他确认这趟行程之前，除了跟他一起计划，然后跟他聊一下，就是你可以抓到这个人是不是就是合你个性一起去游玩的。如果不合的话，那千万不要勉强。比如说你们谈行程的时候，你是注重美食部分啊，还是景点部分啊，还是就是购物部分？这一点我们两个人其实算是蛮match， 就是对，就是是不是很高重复率，就是我们都会喜欢旅行那个美景的部分，景观的部分，大自然的部分。我们对大自然，对我们对美食就还好，就美食就排比较后面，所以对，就除了这一部分之外，我们有聊兴趣啊，就像旅行这一部分是肯定的，因为我从我们聊天之中，我没有发现，其实你是蛮爱旅游的，所以你我就觉得这样，那这样一起出来的话，就 plan 整个行程的话，大家应该是 OK 的，没有问题的。对，就是那个重叠性比较高，就不会说就跟着他的行程或跟着我的行程，就是我们两个喜欢的行程差不多，导致所以我们后来的行程每一项行程，我个人都很喜欢，很期待，所以我们这次行程很满。对，我觉得说到这边，我们可以进入到就是说找旅伴的好处，就是像我自己平时有时候会独旅嘛，那我觉得找旅伴好处就是刚才问题稍微提到，就是因为我们每个人虽然我们有一样的兴趣，但是我们还是对，比如说济州岛还是有想做的行程，但是是稍微有不一样的，可能他不知道或是我不知道。当我们一起讨论的时候，我们就结合起来，反而除了是有我去的行程，他那边也有提供一些很有趣的行程，那我们就结合在一起，然后反而让整个就是旅程更加的丰富。对，而且会互相帮助吧。比如说像我那个对，出国一定要买好你的 data。就比如说像我的流量不够，那刚刚好我可能那天都没流量。那如果你有一个旅伴的话，我有困难就可以有另外一个人帮助我。因为我发现独旅跟有旅伴不一样的地方是，有旅伴是稍微可以互补，可以依靠。比如说像可能我方向感不好，那可能就是由他就开车开3天啊，或者是就是帮我们指引说路在哪里，然后我流量没了，可能就是可以使用他的手机，而不会就是如果真的我流量没了，我就完蛋了，或者是我会困难很多，或者是比如说像付钱来讲好了，我的信用卡可能只能付特定店家，所以导致我不能付信用卡的时候，他就可以用他的。没错。然后说到分工的部分，其实 Wendy 也不是说完全没有贡献啦，这边还是要谢谢他。就是虽然我开车很累，开了几天，然后但是比如说找导航啊，还是找店家的名称，都是由他这一边来就是协助的。然后因为我会写韩文，就是当我们就是找 GPS 的时候，他找不到的时候，用英文找不到的时候，我就会尽量输入就是韩文去找。那我们就是这方面上就是有互补啦，就是有互相帮助这样子。如果有什么开车的时候需要注意的，我也会叫他帮忙。比如说看后面，就是我倒车的时候，后面是否有车从另外一个方向过来这样之类的，就是这很小细节。我觉得就是跟旅伴可以就是分配工作这部分的确是蛮好的。互相帮助，然后最重要是我们会找到彼此，是因为我们很喜欢在旅游的时候拍照，然后我们就谈好了，就是我们确定一起来这边之前，就是说我们就是要找对方帮忙拍照的，因为独旅最可惜就是你很难拍照留下纪念。对，即使是路人帮忙拍照，路人可能就是拍个2-3张，就算是拍个5张，你也不好意思说，不好意思，我的脸有点大，不好意思，我头发歪了。但是因为如果有个旅伴，然后像比如说他大概帮我拍了100万张，不夸张，大概100万张，反正就是你对于旅伴来讲会帮助性会很大，不会像是说我找路人帮忙拍照，或者是自己脚架，或者是比如说像去欧洲的时候。
就是你应该不太敢随便把手机给，就是比如说在意大利啊，或对你手机直接消失。所以我觉得旅伴不只是在韩国，就是我觉得旅伴对我来讲，可能是我第一次经验很好，所以我就觉得对我来讲，我会很觉得帮助很大，而且会想要再找第二个、第三个，因为第一个你困难度降低很多，我遇到问题，另一个可以马上出来帮我。再来就是拍照，这真的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因为你去旅行，你避不了要拍照这件事，除非你真的就是不爱在照片里面，那其实好像没什么问题，但是你的旅行的难易度还是不会到比较轻松，所以我觉得拍照这应该是不可避免的，这真的是帮助很大，而且我觉得拍照片品质差很多，就路人拍的跟你可以有耐心好好拍照那个差很多。特别如果你是 I 人的话，你很难以启齿，就是开口找陌生人帮你拍照的话，有一个旅伴的话，就相较之下轻松非常多。对，但是也要算是有契合的那个旅伴，万一你们就是中间就行程上或者是很多小事情，可能有些你知道就是矛盾还是什么的，所以我觉得就是两个人之间的沟通跟怎么去分配整个旅程的工作也是很重要，不要只是单某一个人一直在输出一直在付出，不然那一个人会非常累，所以我觉得还是需要沟通很重要，沟通好。对，也要互相体谅，就是不要只顾着自己的行程，然后他想去的或者是他想做的，你却就是听了就没有在 care 这样子。对，我觉得其实这一次旅行很顺利，也有个原因是因为我自己的想法价值观，我是觉得身为一个我自己的定义，就身为一个好旅伴，我会觉得尽量配合很重要，因为你既然已经不是独旅了，那你就要去顾虑别人的感受。比如说像我觉得啦，我在旅行当中只要有跟别人，我通常都会是那个好小姐，就是只要不要很过分，我通常都是好，就是我可能跟他在一起旅行的时候，我几乎没有说过不，就是要是什么好，或者是要什么都随便。其实不是因为我没有主见或想法，但是我会希望说不要让对方不舒服，因为你要一起旅行，而且加上我觉得你去互相配合，一定会让这件事情过得更顺利，而不是要让别人觉得处处去配合你。我觉得旅伴很重要的应该就是随和。对，说到这一点，就是我突然想到一件事，就是虽然我们是两个一起计划，然后就是在这边玩，但是不意外的，有时候有些特殊状况，就是需要分开的时候，就是有单独去出去的时候，或者是单独出去玩的时候，我觉得也是 OK 的，就是看两个人怎么去调整。像有一次，就是因为我开车那一天非常累，那一天我们去爬山，爬了2座山，回来晚上我真的很累，可是 Wendy 有行程还想要出去，所以我就跟他说，晚上我就不出去，我想早一点休息，然后他自己也可以单独就是出去，反正在济州岛也是挺安全的这一边。对，所以就是看大家互相体谅吧，我觉得。那天好像3点半起床吧，对，早上3点半起床，我们去看日出，虽然很美，开1个小时。对，然后中午又去爬山，是吗？是那一天吧？是同一天。我每天都在爬山，就无限的阶梯。超累，那天超累了，然后非常的反正就非常的眼睡嘛，然后反正就是晚上我就不出去，然后Wendy就一个人出去，那我觉得也没问题嘛。我觉得对啊，我觉得就是要保留弹性，你不能就是你要就像我刚刚讲要有同理心，就别人比如说对方已经不舒服了或很累，你总不可能硬拽着他说走啦，开车带我去，或者是我一定要做什么，一定要做什么，那其实我觉得有点那叫什么 self-centered。但我觉得也是有一点幸运，是因为我们现在在韩国济州岛，但如果比如说在意大利或者是在比较意大利没有别的意思，但我意思说像欧洲，相较于比较没那么安全的地方，那晚上，尤其是那天是晚上，那可能一个女生自己出去，可能会小小的有点危险。但是我觉得，第一个，我觉得另一个旅伴要顾虑到
你的旅伴独自出去安不安全？在韩国超级安全，但是身为要自己出去的旅伴，也要有同理心，觉得说他不舒服，不要硬拽他。我觉得这是互相的，你不能说我不管欧洲安不安全，你自己出去。那另外一个也不能说我不管，我想出去，他不舒服，他就要陪我出去，就是要互相，你帮我想，然后我帮你想，要不然很容易发生冲突。不过说起来，这样想啊，其实我们也算是很幸运啊，因为毕竟也不知道遇到什么人嘛，所以这次旅程其实还蛮感谢温迪的。就是虽然它有很多不足的地方，我们就不便多说。然后拍照的部分，对，然后我给大家就是例子，把照片给大家看，一样场景的照片，温迪拍出来跟我拍出来的差别差一点点。可以去他的 Instagram 看，但是没关系啦，我觉得开心最重要。然后再来我们说一下，你觉得旅伴会有什么缺点吗？还是不好的地方？找旅伴，你觉得会有吗？我觉得但是我觉得我这次还好，没有体会到，因为我还想讲一点，就是像我们最后，你过往的经历来说的话，有吗？类似的。比如说可能有跟一些朋友或者是一些就是亲友们出去，家人团之类出去，那可能兴趣不一样，或者是喜好不一样，要不要互相配合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会觉得有点在就是委屈了自己，有点对，就会觉得说我没有说这样子不好，但是我觉得如果对方彼此可以找到高度契合的更好，就是如果这个人他喜欢去海边，那他找一个喜欢去海边的人，那个人是foodie，他喜欢吃美食，那去找吃美食的伙伴是最好，而不是说我喜欢吃美食，但是却拽着他跟着我一起吃美食，但他却很勉强，因为我觉得行前一定要一起讨论好那个行程最重要，要不然如果没有顺过一遍，大家你心里不开心，我心里不开心，而且你也要适时的懂得不开心就要分开，因为有时候我不开心，我不敢分开，但是他是敢分开的，他就会说，对，就是我们还是分开旅行，我就是很怕那种尴尬，所以我觉得一定要在找旅伴之前，对，一定要讨论好，不要到时候就是钱也分不干净，然后行程大家又过得不太开心。不过我觉得我这次很幸运的是，因为像我们今天，我有看到一个额外的行程是很棒的，但是明明我们就已经在济州岛的南边但是他还是我最棒的旅伴，他还是就说好，就是一眼说好，然后就从济州岛最南部开到最北，就是开了1个小时，就是要赶那个日落。但是这是我们大概几分钟前，我才临时突然提出来说，你去看好不好？车程至少要1个小时。对，就是这么夸张的事情。然后他说好，然后还有比如说像今天早上我要去寄明信片，是我个人的行程，这是跟旅伴的个性有点关系。我觉得这是风水幸不幸运的关系。像我自己个人 personal 行程，我要去寄一张明信片，他就这样子陪我耗了1个小时，就在车上陪我耗了1个小时，我自己去处理我自己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其实这很难挑选出来要一个好旅伴或不好旅伴，因为这其实也是蛮看运气的，这事前是没办法过滤掉的。对，就是坏处的话，想到就是有时候会发生突发状况，就是你需要去配合对方，像是他寄明信片这一点。因为原本我想说，应该10分钟、15分钟，可是没想到1小时。其实那时候我也是的确有少少觉得，怎么那么久？然后我就开始讯息有问他，但是我觉得 data 没了。对，但整体上其实我觉得还可以啦。最主要是可能是看你遇见什么样的人。但我们整体我们其实都挺满意的。对，很舍不得最后一天。我觉得真的要找到对的旅伴，行前沟通很重要。你们的兴趣有没有重叠很重要，因为找一个好的旅伴非常非常的困难，因为他是习惯独旅的，但我不是，我旅行每一次都会有亲朋好友，但是这是我第一次约陌生人，
所以我第一次才感受到，真的是陌生人，我们对完全没见过面，第一次见面就直接在韩国见面。对，很紧张哎，你见一个陌生人，然后在外国，但是因为我之前就经历过很多亲朋好友一起旅行，就是经历过一些我真的觉得很痛苦，然后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然后憋屈了很久，觉得我在浪费钱，又浪费时间，又浪费假的一些经历，导致我现在觉得其实在网络上找一个志同道合的旅伴，其实是一件蛮好的方法，不一定要从自己的身边朋友下手，但是要小心。而且自己朋友身边朋友的时间其实蛮难配合，因为大家平常都忙于自己的工作，对啊，就大家时间不太一样，很难就配合的。对啊，那就是找旅伴的其中一个好处。那最后我们来说一下，你推荐大家找旅伴吗？我觉得一半一半，因为我觉得我很幸运，但不代表说大家都很幸运。而且我个人是很有旅行经验的，所以我可能旅行了一阵子我才开始。但是第一个，如果你之前没有很常旅行，再来就是你可能就是没有格外的注意的话，我觉得还是要等你旅行稍微有点经验了，你再找个志同道合的人，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很幸运遇到一个好人如果我推荐大家说，我觉得遇到个好旅伴超棒，但结果如果对方遇到什么意外或什么，所以我觉得要很小心，很小心。网络上的要很小心，你一定要行前通话、视讯，或是看他的交友圈、Instagram， 就是一定要 double confirm 在你付钱之前。对，我是偏向推荐给大家就是找旅伴这一点的，但前提就是像温迪刚才提到的，就是确认整个行程，就是付钱之前多一点沟通，约多几次通话聊天，去策划整个行程，你就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大概知道对方，了解对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当然他并不能100%就是让你知道这个人的为人，但是那个是你前提需要做好的功课，那你才能比较安心，对，安心，就是说遇到的这个人到底是不是一个好人、正常人。对，但找旅伴这一点的确是一个不错的经验。对，我觉得是很棒的经验。如果当你找到个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去完成你想做的事情，你会觉得时间飞快之快的，就是第一天好像昨天才一眨眼就过完，好像我们才刚见面刚认识，反正就是开心的时间过得最快嘛。对啊。那我们明天呢就要各自离开韩国济州岛了，我会回台湾，然后我要回深圳继续工作。对，那这支影片的分享就到这一边，我们要继续把这几颗橘子给吃完。5颗对，5颗。对，5颗我们买了多少？5000韩币。对，我们在那个正房瀑布那边买的。不过这是不方有一点，但是已经剥掉那个皮了，没有切。好，但是这蛮好吃的。对这2颗稍微题外话，这2颗，这个是哈拉崩，然后这个不知道叫什么名字，比较正常的圆形的这个橘子，我们好像发觉这个比较好吃一点点，是吗？对。但是它们其实大同小异，差不多，但是我们偏喜欢这个，这个它就是它的形状稍微有点不一样，这皮有点皱皱的。对，它的皮。然后这个是很光滑的，没错。题外话，结果那么晚要吃5颗橘子。好啦，那就影片就到这一边哦，我们下一支影片见，拜拜。谢谢 Wendy， 谢谢，拜拜。